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小爱同学率先做出反应，弹出一支4连装23毫米机炮，将对方打成了蜂窝。找死！旁边的玩家见状，立刻翻身跳上了旁边的悍马车，架起了车载机枪，准备反击。然而，在他扣动扳机的前一秒，密密麻麻的机炮炮弹将他撕扯成了碎片。一阵发动机的声音响起，我转头望去，一辆卡罗拉正要掉头逃跑，拦住他！一连串子弹打出，将卡罗拉的轮胎打爆。下来，不然就把你和车子一地干掉！别动手，我这就下车。车里的人怂了，立刻乖乖的举手下了车。这是一个身高1.6米、体重260的胖子，在他的身后的背部有一道竖起的背脊，远远的看上去有点像是剑鱼的背鳍。屁股的位置有一个巨大的红黑相间的尾囊，足有半米多长，直径30多公分。你改造了身体，你是密修会的？一个小成员而已，不是领导。你们挖其他人的心脏是要干什么？当然是换改造药剂，10个心脏就能换1瓶改造药剂，不过效果完全随机。我运气不好，就只有这个。你们还有渠道换取药剂？是谁？你们将心脏交给谁？交给……胖子支支吾吾的，似乎不太想说。结果，一门23毫米的机炮就顶在了他的下半身上。给你3秒钟，不然我就开枪了。是赛利亚，是那个臭娘们说只要交给他10个心脏就可以换强化药剂的，只不过效果随机。赛利亚又是谁？密修会的老成员，赛科勒的姘头，以前一直负责车队的账目管理，负责财务方面的工作。2位老大死后，他自封为新首领，全面掌管了车队。原来是这样，能知道他在哪里吗？不清楚，不过我倒是有一个猜测。说，据说赛利亚是蜘蛛方向的强化，因此喜欢前往蜘蛛喜欢的地方。他有一次略微提过了一句，他在一个到处都是蜘蛛的地方，他很喜欢那里。到处都是蜘蛛的地方，这是什么线索？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你看我出了这么多的力，能放我走了吗？回应他的是机炮的怒吼声。对于密修会的成员，我有一个算一个，绝对不会留。快把车子都拆了，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我召唤出了001，至于胖子，则被我还原成了强化药剂。这东西我虽然看不上，但是可以卖给密修会的其他玩家，将打扫战场的伙计分配下去。我则回到了车里，趴在车上开始研究从副本里拿到的那张地图，想要看看到底哪里蜘蛛最多。很快我就在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蜘蛛丛林。这片区域边界村的人只探索出了一个范围，并将其标注为了禁区，涂上了代表极度危险的红色。也只有这个地方符合了。我在地图上查看了半天，最终用铅笔在这片区域画了一个圈。就走这里了。动作高见！我差点一个趔趄摔倒。这话你从哪学来的？你加载的游戏数据库里掺杂了几部电影，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就看了，我感觉这句挺应景的，就学了，有什么问题吗？以后千万别说了，太晦气。好吧，旺财不太明白，不过还是点头应道，一条大尾巴来回扫着。你搁这扫地呢？要是闲着没事，去莉莉娜那边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说完，钻进了驾驶室里，对照着地图，向着蜘蛛丛林的方向开了过去。半路上，我还捡到了一个白色的物资箱，从里面开出了一盒鳗鱼饭和一盒亲子盖饭。我一脸嫌弃的将亲子盖饭送给了旺财，自己则端着鳗鱼饭吃了起来。吃过午饭之后，我拐入了一条小路，从这条路前往蜘蛛丛林可以缩短30分钟的路程。这条小路路况很差，十分的崎岖，和乡间的土路几乎没什么区别。地面上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大坑，将轮胎陷进去。指挥官，这里有坑！指挥官，快转弯，要掉下去了！指挥官，前面有树，小心！哦不，炸弹了，那没事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来到了蜘蛛丛林的边缘，在前面我看到了几棵被撞断了的树木，一块烂泥地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车辙。有人从这里经过过。看轮胎痕迹，应该是一辆掠夺者一类的超级越野车，车轮很高大，树木折断的位置也很高，说明这个车子的地盘也比正常的汽车要高，大概在1.2米到1.5米之间，车宽大概在3米到3.5米之间，看轮胎深度载重大概在15吨上下。对了，还是红色涂装，或者车身有部分红色。屏幕上出现了一块凸起的石头，一角上挂着一点红色的油漆。看着侃侃而谈的小爱同学，我不由得刮目相看，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小爱同学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趁指挥官开车的时候，偷偷的看了2部神探福尔摩斯，感觉比较有意思，刚才就试了一下。干得不错，现在交给你个任务，按照印记追上去，不要让前面的车发现了。我猜测这个车辙很有可能就是赛利亚留下的。明白了，交
交给我好了。步兵战车启动，缓缓地驶入了蜘蛛丛林。蜘蛛丛林里看起来和正常的丛林差不了多少，除了偶尔就能看到的巨大蛛网之外，和正常的丛林没什么不同。不过这些蛛网上的蜘蛛都被奥克因的雕像吓跑了。我附近的丛林静悄悄的，没有一只蜘蛛敢靠近1公里之内的范围。只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崎岖的地面让车子震动的厉害，哪怕最好的减震也无法留下好的体验。这娘们钻到了这个该死的地方，到底要干什么？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就在这时，小爱同学忽然停住了车。发生什么了？车辙消失了。消失了。我连忙将目光集中到前方的路面上，一路延伸的车辙在跨过一条宽度不足5米的小河之后消失无踪。跑哪去了？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小河之上，小河下游蜿蜒婉转，没入了森林的深处。小河的上游是一个深深的水潭，水潭之上是一处不到10米高的断崖，一条瀑布飞流直下，落入了深潭之中。莫非是顺着河滩向着下游走了？塞利亚正在断崖之上注视着你。断崖之上？我连忙转头望过去，断崖之上丛林密布，想要从这里把对方找出来，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就在这时，一颗炮弹直射到了步兵战车的头顶之上，轰然炸裂开来。炮弹爆炸之后，并没有产生冲击波，反而从里面冒出了一张巨大的蛛网。这张蛛网直接将步兵战车包裹在了里面，随后便是接二连三的炮弹凌空爆炸，一张一张的大网层层叠叠的将我的步兵战车笼罩了起来。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让小爱同学尝试了一下，这些大网的粘性和韧性很强，想要从大网之中挣脱出来，需要费上不少力气。指挥官可以用火焰喷射器将蜘蛛网烧毁，是否要使用？等等，我正愁找不到对方，既然这样，何不装作被捕获了，把对方调出来？想到这里，我立刻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让小爱同学准备好武器，做好戒备，而我则扫视着对面的山崖，寻找对方的方向。就在这时，又有2颗炮弹落到了我的附近，这2颗炮弹同样没有爆炸，反而冒出了黑色的烟雾。这些烟雾迅速弥散开来，周围被黑色的烟雾笼罩了，不少烟雾甚至顺着缝隙渗入了步兵战车之中。检测到大量含脂混迷类药剂的毒物，启动空气净化机。经过莉莉丝改造过的空气净化机启动，同时车内的净化雕像也被启动了，渗入车内的毒物被净化干净。看到这副样子，我心里有底了，既然喷射了毒物，那就说明对方要现身。我在原地等了大概10多分钟，或许是发现我真的没有威胁了。对面山崖上的树丛一阵晃动，一只巨大的蜘蛛从树丛里走了出来。这只蜘蛛身高至少6米，截肢长度至少达到了4米，足有电线杆粗细，看起来狰狞而恐怖。最让人在意的是，这只蜘蛛的身体上泛着金属的光泽。难道这东西身体外面都被覆盖上了金属？是比奥克因更厉害的家伙？不对，刚才发射了喷射蛛网的炮弹，这绝对不是正常蜘蛛能做到的，也不是正常的改造途径。很有可能，这个蜘蛛就是一个用钢铁制造的傀儡，那些炮弹都是由它发射出来的。如果假设再大胆点，这就是一台蜘蛛形状的车辆，不然无法解释对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这里，然后又藏在了山崖之上。这时，那只巨大的金属蜘蛛迈着8条锋利的节肢从山崖之上向下走去。这金属蜘蛛的节肢异常的锋利，很轻松的就插入了山崖之中。巨大的身体在山崖之上如同行走在平地上一般。金属蜘蛛从山崖上下来之后，向着我的步兵战车走来，速度不快，而且也不是沿着直线行进，反而是沿着 S 型路线行进，时不时的在步兵战车的主炮口前晃悠一下。要不要给他来上一下子？蜘蛛车的操控灵活度很高，而且具有主动规避系统，足以躲避这个距离的火炮射击。如果你想要以炮解决问题，最好把它放进到10米内。好家伙，还有这种东西！我眼睛亮了起来，就是不知道这种系统算不算汽车配件，能不能被拆解出来。要是能的话，自己的车子就多了一层保险。我双眼冒出了金光，将手放在了操纵杆上，静静地等着对方靠近。机械蜘蛛迈着风骚的步伐，在步兵战车的火炮面前左右横跳，一副欠揍的样子。我让旺财端了一杯咖啡过来，静静地看着机械蜘蛛在那里装波衣。机械蜘蛛在那里左右晃悠了5分钟，又在原地静止了片刻，确认有毒烟雾已经起作用了。机械蜘蛛开始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快速挺进着，一边走着还一边亮出了2只锋利的前肢，似乎准备割开步兵战车的装甲。就在它距离步兵战车不足10米的时候，我终于动了，就是现在，启动！20门火焰喷射器弹出，向着笼罩在车上的蜘蛛网喷去。粘稠的蛛网被火焰一扫，就迅速燃烧了起来，一眨眼的功夫就被烧成了灰烬。机械蜘蛛见状，立刻知道自己上当了，不过它倒没有太慌张，而是从嘴里伸出了一根塑料管子，一股粘液向着步兵战车喷了过去。猝不及防，
那股粘液喷到了步兵战车的前装甲上，前装甲上冒出了白烟。我见状，立刻让火焰喷射器向着粘液喷了过去，一团团白烟升起，那些腐蚀性极强的粘液也被点燃了。机械蜘蛛快速向着步兵战车冲了过来，3步2步爬到了步兵战车的顶端，2只锋利的截肢刺入了顶盖之中，想要打开顶盖。然而此时大半机械臂已经将武器换成了4连装的23毫米机炮，密集的金属风暴将机械蜘蛛笼罩了。一眨眼的功夫，2条截肢的关节都被打得失去了控制，而且在金属风暴的打击下，金属蜘蛛的动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干扰，甚至连2条前肢都不能有效操控了。甚至蜘蛛身后的那个巨大的尾囊也被打爆，大量的蛛丝蛋白流淌了出来。2条机械臂举着火焰喷射器对着尾囊一阵喷射，一股焦糊的味道弥散开来。不能这么下去了，再这样下去要死在这里。坐在机械蜘蛛内部的赛利亚眉头皱在了一起，他看着机械蜘蛛破损的尾部和2条失去了控制的截肢，恨恨地一咬牙：你给我等着，这场子我迟早要找回来。赛利亚控制着机械蜘蛛跳下了步兵战车，向着步兵战车身后不远处的密林跑了过去。哈，给我造成了这么多损失，还能让你跑了？我狠心地按下了一个按钮，一枚宝贵的短号反坦克导弹机上，一个急转弯向着机械蜘蛛追了过去。该死！赛利亚见状，立刻控制着蜘蛛跳跃了起来，想要躲避导弹。可是2者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短了，他控制的机械蜘蛛甚至连动作都没做完，就被短号反坦克导弹击中了。占据机械蜘蛛身体大半的尾囊被直接炸成了碎片，2只截肢也从机械蜘蛛的身体上脱落了下来。赛利亚疯狂地按着操控平台上的按键，想要让机械蜘蛛恢复控制。可惜机械蜘蛛此时已经失去控制，哪怕他将键盘按碎，也无法挽回这一结果。此时步兵战车的炮塔已经转了过来，瞄准了机械蜘蛛，一发稳定一脱壳穿甲弹从炮口处射出，直接击中机械蜘蛛的身体。该死！赛利亚恨恨地按下了逃生按钮，驾驶位上方的舱顶盖被打开，赛利亚连同座位被弹了出去，机械蜘蛛发生了爆炸，机体被炸成了3大块，散落在地上，升起了一道道黑烟。车里的人呢？我扫视着周围的丛林，我刚才分明看到一个座椅被弹了出去，驾驶员肯定被弹了出去。然而周围的树林太过茂密了，赛利亚又进行了冰蜘蛛的改造，身体也变得近乎透明。赛利亚躲藏在200米外的树上，正在仇视地看着你，想要报复。还没走，想着报复，正好，那就趁机把你也干掉，除掉后患。不过200米的话有点远了，得想点办法把他引过来。我想了想，一拍脑袋，有了主意。我想到了一个诱杀赛利亚的绝好办法。我穿着外骨骼从步兵战车里走了出来，跟在我身后的还有几十辆自走机械。这些自走机械拿着电锯开始切割、拆解机械蜘蛛，而我则在旁边来回走动，装作监工的样子。自走机械的效率很高，很快就将那只机械蜘蛛拆了个干净。001手气爆棚，拆出了2张图纸。我见状，立刻将2张图纸接了过来，仔细查看。好机会！看到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图纸上，赛利亚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赛利亚深吸了一口气，悄悄地来到了距离我不远的位置，猛地跳起来，扑向了我。4条锋利的截肢对准了我的后心。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步兵战车的一侧忽然弹出了10多条机械手臂，每条机械手臂都拿着一把蒸汽机枪，对着赛利亚所在的区域进行覆盖性扫射，而且所用的子弹全都是夜光弹，几十颗夜光弹打进了赛利亚的体内，硬生生将赛利亚打退了几步。陷阱，跑啊！赛利亚转身就跑，没有丝毫犹豫。然而步兵战车上的武器收纳舱打开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射了出来，向着赛利亚追去。赛利亚见状，立刻绕到了树后，地狱火反坦克导弹竟然跟随他的动作偏转了一下方向，直接贯穿了树木，击中了他的身体。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直接将躲在树后的赛利亚炸上了天，整个身体也被巨大的冲击波撕扯成了碎片。哈，你就是变异的再厉害，要是没有脑子，还不是要被科技爆锤？夜光弹虽然伤害低，但是温度极高，这些子弹打进赛利亚的身体里，变相的提高了赛利亚身体的温度。几十颗夜光弹让赛利亚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人形火炬，而地狱火导弹前端可是有红外导引头的，自然就跟随着赛利亚走了。去把那家伙的尸体收集起来，提炼成药剂。001立刻带着众多自走机械去做了。我此时也终于抽出时间，认真的看看手中的图纸。第一张图纸没什么说的，仍然是神秘阴影雕像的制造图纸，我将其扔到了杂物堆里。第2张图纸比较有意思，居然是机械蜘蛛的升级图纸。巨轮车的升级图纸一样，只要有足够的物资，就可以将车子改装成机械蜘蛛。根据图纸的描述，机械蜘蛛的时速是60迈，
尤其擅长在丛林和路面崎岖的地方穿行。不仅如此，玩家还可以给机械蜘蛛配套上轮胎，用来方便在公路上行驶。除此之外，机械蜘蛛自带武装，一门小型的迫击炮，自带2种特殊炮弹，一种可以散布蛛网的炮弹，一种可以散发致人昏迷的烟雾。这东西还算是不错。这张图纸的实用性很高，应该会很受那些没有足够资源逐步提升汽车等级玩家的喜爱。这东西该卖给谁呢？我想了想，直接将图纸的详细信息发给了苍小空。怎么样，想要吗？要的话就给你留着，要是不需要我就拿到区域频道上拍卖了。我要，千万给我留着。看到机械蜘蛛车的图纸，苍小空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他正在为自己的实力太弱而烦恼。就在半个小时之前，才刚刚摆脱了一次追杀。看到机械蜘蛛车改造图纸，他立刻就兴。苍小空想了想，拿出一张图纸发给了我。我用这个跟你换，可以吗？生态园扩展图纸，5级汽车扩展插件，在生态园原本的基础上增加咸水湖，增加海水养殖项目，制作材料高级石料500单位，高级级水器3个，附赠海参幼苗、扇贝幼苗、海草幼苗。还有这种东西？我当即就惊了，我没想到高级生态园还能扩展升级，可以养殖海产品。可以交换吧。生态园扩展图纸到手，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是5级的插件，需要我的汽车达到5级才能安装。然而尴尬的是，我的汽车距离5级还差一张升级图纸，暂时无法升级。要是能获得升级图纸的稳定渠道就好了。苍小空欢天喜地的去升级汽车去了，我也将图纸收了起来。待办事项里又多了一条，花费了2个小时，我穿过了蜘蛛丛林，终于再次踏上了公路。开了一会车，我感觉有些无聊，便将驾驶权限交给小爱同学，而我自己则打开区域频道看看玩家们的状况如何。我刚刚打开区域频道后，就看到一片片红色的讣告刷过，不时有玩家被杀死，而且死亡原因都是枪伤或者刀伤，一看就是玩家同类做的。不少玩家还在区域频道咒骂：什么破药剂，老子辛辛苦苦杀了10个人换了1款，结果双腿变成了人鱼尾巴，我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该怎么开车？开发药剂的人是脑子有坑吗？楼上的兄弟，你就知足吧。我喝了药剂之后，多了一个狗丁丁。问题我还是一个男的，你说我要这玩意有什么用？我更惨，全身上下的毛发都掉光了，但是还没变强。我的头发变白了，瞳色变红，耳朵变成了猫耳，看起来好萌。但问题是我是男的啊，能不能变回来啊？这么悲惨的吗？看到你们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喝药剂了。我猜测这批药剂都是从塞利亚手中流传出去的，被我干掉之后，那些玩家也就失去了兑换的途径。从某些方面讲，我制止了玩家之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那些还活着的玩家都应该对我保持感恩。就在这时，忽然一条信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亲爱的各位玩家，很抱歉之前的变身药剂兑换出了一点问题，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变身药剂的兑换将会由我来负责。又出现了。我皱起了眉头，盯着这个发言人的信息。对方名字叫做乔治，头像是个秃顶的中年人，不过头发已经斑白了，额头之上甚至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露出了部分肩膀，已经不再是人类的样子，而是绿色的皮肤，上面包裹着细密的墨绿色鳞片，看样子至少完成了大半的身体结构的转变。我看了一眼对方的身份归属，果然是密修会的成员。又是密修会的成员，这帮家伙到底有多少药剂制造机？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地贩卖基因改造药剂？你能兑换药剂？你有证据吗？我该怎么相信你？我知道，单凭言语是肯定不能让你们相信的。不过我有视频可以作证。乔治上传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乔治除了头部之外，全身上下都变了一副样子，身高足有3米，身体是墨绿色的，指甲变成了黑色的尖锐利爪，身后多出了一条粗壮的尾巴。在他的背后，甚至还有着一对巨大的蝙蝠一样的翅膀。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拉美裔混血，身高大概1.7米左右，在身高3米的乔治身边，看起来十分的弱小。卡奥，喝了它。乔治说着，将一瓶药剂扔给了那个混血儿。卡奥一把抓住了那瓶药剂，没有犹豫，直接喝了下去。卡奥喝完之后，手中的药瓶被捏碎了，单膝跪在地上，双手抓着自己的脸，仿佛正在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很快，卡奥的身体被直接拉伸到了3米左右，和乔治的身高差不多。原本十分瘦弱的身体变得肌肉虬结，身体表面覆盖满了鳞片，背后张开了一对一展4米的巨大蝠翼。卡奥刚刚变身完成，乔治就从旁边拿出了一把 AK-47，对着卡奥的身体扣动了扳机，一连串子弹射向了卡奥。可是那些子弹射到了卡奥的身上，就直接被弹开了，看起来一点事情都没有。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最新研制出来的第2代基因改造药剂。
刨除了第一代不稳定变异的弊端，只要喝下去就可以变身成为巨龙，真正的巨龙。只有我们这些服用了基因改造药剂的人，才是真正完美的人类。快来和我们一起摆脱那孱弱的身体吧！只要20颗心脏就可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如果你猎杀到的玩家是服用过第一代的基因改造药剂，那么他的1颗心脏可以当做5颗来使用。快来加入我们吧！只要凑齐了心脏，就可以联系我。全民穿越公路求生。简短的视频播放完之后，原本喧闹的区域频道瞬间变得安静起来，转瞬又变得更加热烈，仿佛一滴水滴入了滚烫的油锅一样。卧槽，兄弟们，我心动了，我决定了，我要去猎杀了。谁要是不小心死在了我的手里，可别怨恨我。只是这药剂太吸引人了，哈哈哈！这是巨龙，这是真正的巨龙，我也要变成巨龙，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跪在我面前忏悔。我想要给我女朋友来一瓶，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要当一次龙骑士。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区域频道里肯定会血流成河，绝对不能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想到这里，我给苍小空发了私信，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尽可能的查找一些关于密修会的消息，尤其是可能出现的位置。我明白了，老板放心吧，我保证把乔治那家伙的底裤颜色都查得清清楚楚。我也没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苍小空身上，我也给几个熟识的朋友发了消息，请求帮忙查找。放心吧，如果有消息，我肯定会告诉你的。好的，重谢什么的就不必了，让我好好的洗几次温泉就可以了。不过你到底在哪里呀？我都独自开了5天了，快无聊死了。指挥官，前面树上有一只巨蟒，注意避让。我立刻抬头向前望去，在前面不远处，一棵大树将一根枝干伸了出来，横在了盘山公路的上空，距离地面大概有3米左右的高度。一条褐色黑斑的巨蟒正缠在大树之上，不断的吐着信子。这里都出现巨蟒了，看样子温度很高啊！不管它，用机炮把它给我打下来，晚上炖蛇羹。等等，小爱同学刚将机炮打开，我就果断的叫住了他，让我亲自来动手，活动一下筋骨。明白。小爱同学缓缓地停下了车，我刚要下车，提示系统忽然弹出了提示：小心，3点钟方向有一名玩家正躲在树林之中，准备埋伏你，距离位置500米。有埋伏，我就知道没有人会平白送上蛇羹。我立刻向着提示系统所提示的方向望了过去，那是一片陡峭的山坡，山坡上树林茂密，杂草丛生，植被十分的茂。我直接操控着120毫米滑膛炮对准了那个位置，并填充了一枚尾翼脱壳穿甲弹。躲在草丛里准备偷袭的鲁伯特看到粗大的120毫米主炮对住了自己，吓得怪叫了一声，跳起来转身就跑。我就是想要打个伏击，至于用120毫米的主炮来对付我吗？我命令转轮追击炮发射了一枚流散弹，一颗流散弹激射而出，大量的钢珠将那一片区域彻底覆盖了。鲁伯特惨叫了一声，栽倒在了地上，他的2条腿被数十枚钢珠击穿了，瘫倒在地上，失去了行动能力。狗娘养的，不讲武的！鲁伯特摸腰间的医疗包，准备给自己打上一支镇静剂。然而，他的手刚接触到医疗包，一只包裹着金属的脚就踢了过来，将他手中的医疗包踢了出去。随后，一把加特林顶在了他的面前。别动，不然就不只是断腿这么简单了。别杀我，我真的没干什么，就是在这里待了一会，没想要伏击你，请放了我，我可以给你赔偿。他放屁，他具有一定的操控动物的能力，那只蟒蛇就是他操控的，他已经利用这种方式成功伏击了3次，他正在拖延时间，正在试图操控蟒蛇从身后袭击你。我轻轻瞥了一眼远处的那只蟒蛇，那只蟒蛇确实正缓缓地离开了原本缠绕的树枝，向着我的方向游了过来。干掉那只蟒蛇！我对着手环说道。一支4连装23毫米机炮对准了蟒蛇，几十发子弹下去，蟒蛇身子都被打断了。看到威胁处理完毕，我收回了目光。你最好说实话，如果再让我听到一句谎话，我就让你和那个蟒蛇一样。不，我会把你塞到120毫米的主炮里，然后一炮打出去，明白了吗？我知道了，我一定说实话，绝对配合。不过，能不能先给我来一支镇静剂？我疼得受不了了。这要取决于你的态度。如果你的回答能让我满意，多少镇静剂都不是问题，甚至我还可以让你活命。不然的话，你就等着享受被炮射出去的感觉吧。我抗议，你这是虐待俘虏！我要求享受我应当的权利，我有权利不受疼痛困扰。快点给我镇静剂！闭嘴！现在我问你答，你没有反抗的权利，不然的话，我这就把枪口塞到你的屁股里，然后扣下这个该死的扳机。你听明白了吗？好吧，该死的家伙，你赢了，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的。不过在此之前，请把枪拿开一点好吗？告诉我你的名字。鲁伯特，你也可以叫我鲁伯。很好，鲁伯特先生，你是隶属于哪个车队呢？密修会。又是密修会的家伙，你是怎么操纵那条蟒蛇的？你也喝了那个药剂？你怎么知道我能操控那条蛇的？
看来你忘记了规矩，如果你再违反一次，那我就叫你体验一下别样的快乐。千万别！我说，就是那怪该死的药剂，我喝了之后获得了超能力，可以和一些动物沟通，让他们听从我的话。身体一边是头顶上多了一根角。我闻言，一把扯下了鲁伯特的头盔，果然在他的头顶看到了一只小小的黑色的带螺纹的尖角。密修会里像你这样的人多吗？你们的药剂是从哪里来的？每个成员都喝过药剂，至于能力是什么，都是个人的秘密，成员之间不会主动去打听，这是很犯忌讳的一件事。至于药剂，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历任新首领掌握，分配和兑换都由首领掌握，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由新首领掌握？新首领是怎么产生的？你们自己推举，还是竞选，又或是其他的方式？是神谕告诉我们的。神谕？没错，就是神谕。每次都是神秘阴影告诉我们新首领是谁，让我们听从新首领的安排，否则就会清除掉获取资源的 buff。神秘阴影传达的消息有意思啊！这个神秘阴影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厉害，居然还可以选拔首领，自由控制是否给玩家添加 buff。那么你能知道别人的位置吗？尤其是你们新首领乔治的位置。乔治最近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在明天下午之前赶到一个地方，地点我标记在了地图上，地图就在我的车里。车里？你的车在哪里？就在右边的那片树林里，我的车门没锁，你拉一下就可以拉开了。我能说的都说了，现在可以跟我镇静剂了吧？他在说谎，如果你拉动车门，只会引爆车内的鬼雷。正确进入车内的方法是从顶部的天窗进入。全民穿越公路求生，从最右侧开始，野兽头颅猛地张开了大嘴，直接将眼前之人吞了下去，随后一个接着一个。尤里等人见状，吓得魂飞魄散，想要把手抽出来，可是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被定住了一般，根本无法动弹。成功了，皱纹果然有效。这是神秘阴影告诉他开启这道大门的第二种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开启大门，可以关闭禁地内的绝大部分机关，但是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需要消耗5个普通玩家的鲜血。然而那些石头野兽在吞噬了300斤胖子、平平无奇双胞胎兄弟和狗头人之后就停止了。女子面前那个石像微微张了张嘴，又慢慢的合上了，距离消失，大门缓缓向着两边打开，一条3岔路口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乔治，你劝我一个解释。虽然乔治的鳞片可以挡住 AK-47的直射，但是他手中的这把手枪可是经过特殊改造的，不幸破不开乔治的鳞片。卡奥则默不作声地挡在了乔治的身前。女人从腰间抽出了一条长鞭，站在了尤里的身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神秘阴影明明告诉我，用第二种方式开启石门最少需要的5个玩家的鲜血，怎么只吞噬了4个就结束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也没什么办法。不如这样，死去的人就让他们死去好了，还少了分好处的人。当然，为了避免进入禁地之后，你们说我动手脚，我们可以分开行动，我可以率先进入，你们看到我进入后，自行选择进入的通道，这总可以了吧？尤里和女人互相看了一眼，默默点头同意了乔治的意见。好，那就按照你说的办，不过我要先进入。可以，请。尤里看了看安格3岔路口，直接选择了中间的走了进去。该你们了。乔治笑了笑，直接带着卡奥进入了左边的通道。女人在门口等了3分钟，确认乔治没有返回的意思，便一头钻进了右边的通道里。等到几人都进入通道之后，我从隐藏的角落里钻了出来，看着那个3岔路口沉思。我其实早就抵达废墟中央了，只不过加装了消音瓦的我可以让步兵战车静默潜入，不让人发现。看到3人都进入之后，我来到了那座门前，看着3个路口沉思，到底从哪个路口进入更加合适一些。从左边的道路进入，可以最快的抵达中控室，掌控禁地之中的开关。从中央的道路进入，需要直面最强战斗傀儡。如果你想要磨练自身武艺，在生死之中寻求爆重的刺激，可以选择进入。从右边的道路进入，是通往禁地最中央最短的路，但是需要面对最多的机关。这还用选择？我立刻做出了决定，当然是直接选择从左边。我将莉莉娜从实验室叫了出来，负责外面的守卫工作。同时001等一大票自走机械也被我叫了出来。我指着停在废墟中央的大辆汽车，对着001说道：看到这些汽车了吗？都给我拆了！我要让这些家伙哪怕出了禁地，也要面临没车的困境，把他们困死在这里。001带着众多自走机械冲了上去。安排好之后，我扛着一个蜂巢式火箭弹发射器，走进了左边的通道，向前跑了大概1公里左右。前方出现了一个分岔路口，一条路通往左边，一条路通往右边。在2条路的中央，卡奥正抱着肩膀站在通道的中央。卡奥看到冲进来的我，脸上露出了茫然之色。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奉乔治的命令在这里看守，防止尤里他们反悔，跟着他们。可是没想到尤里他们没等来，却等来了一个没见过的年轻人。
大威天龙！我没跟卡奥废话，直接启动了蜂巢式火箭弹发射器，一连串火箭弹铺天盖地的向着卡奥射了过去。卡奥看着铺天盖地的火箭弹，整个人都傻眼了，连忙来了一个抱头蹲防。可是火箭弹实在是太密集了，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响了起来。等到硝烟散尽，巨龙改造者卡奥已经变成了一地碎片。就这，我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看视频的时候还以为多厉害呢，结果一轮火箭弹就干掉了，白白浪费了我那么多感情。解决了卡奥之后，我来到了岔路口前，我惊讶地发现刚才的火箭弹爆炸强度太高了，直接将墙壁炸坏了一部分，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金属通道。发现通风管道，通过通风管道可以快速直线抵达中控室。哟，居然还有意外发现！我一听笑了起来，急忙爬进了通风管道之中。远处听到爆炸声的乔治停下了脚步，回头望着。尤里这个家伙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进入迷宫居然还带着这么多炸药。不过你携带的武器再多也没有用，我可是被神秘阴影钦点的命运之子，你就在后面慢慢找路吧。等我抵达的中控室，就是你们的死期。乔治转身向着一条通道跑去，身影没入了黑暗之中。该死的，这些家伙怎么这么多？尤里一枪崩碎了一个大型钢铁傀儡的脑袋，那个钢铁傀儡倒在了一边。同样的钢铁傀儡，尤里已经干掉了10多个。柔弱无骨的女人像是蛇一样，从满是尖刺的陷阱里爬了过去。她的身体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完美的躲避了长达10米的尖刺陷阱。就在这时，呼噜噜一阵轰鸣声响起，一个巨大的钢铁圆球从前方的坡道滚落了下来。那个巨大的圆球直径和隧道等宽，只在2个角落里留下了不足20厘米宽的缝隙，正常人绝对无法从那里通过。可是柔弱无骨的女人却直接贴到了墙角，将身体拉伸成了宽度只有15厘米的长条，整个人变得奇长。巨大的圆球从她身边隆隆滚过，竟然没有伤到她一丝一毫。等到圆球滚过之后，柔弱无骨的女人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继续沿着通道向里面走去。一个隐秘的房间里亮着无数的显示器，将众人的形态一一记录了下来。房间的门被一脚踹开，遍体鳞伤的乔治冲了进来。尽管他得到了神秘阴影的指引，但是这个境地里没有任何一条道路是没有防守的，他也是费了不少力气才一路冲杀了过来。终于到中控室了。乔治看着显示器，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看着屏幕上的尤里和柔弱无骨的女人，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承认你们2个人都很强，或许1对1正面打斗我不是你们的对手，但是在这里，这是我的主场，你们就长眠在这里吧。乔治说着，启动了2人通道里所有的机关，成百上千的机械傀儡被唤醒，向着尤里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毒物、强酸、火焰喷射器，各种机关被启动，哪怕柔弱无骨的女人在通道之中也是寸步难行。都去死吧！你们死了，再找机会干掉皮耶罗那个该死的家伙。我就是唯一的神眷者，我才是真正的命运之子，我将会成为神。乔治双手捏成了拳头，大声地喊着，他的眼神中满是疯狂之色。就在这时，他的头上发出了一声大喝：是谁？乔治惊愕地想要回头，他明明已经看过了所有的显示器，为什么没有发现敌人？可是他的这些疑问已经永远无法解开了。我手中疯狂转动的电锯切开了他的脖子。还以为多强呢，原来脑袋和原本的强度一样啊，留着这么大的一个破绽，你这是改良哪里了？还不如加里森呢。你说你这么张狂蛋吗？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将境地里的所有机关都停了下来，随后按下了一个开关，一道暗门打开，这是通往核心区的最终通道。穿过了长长的通道，我愕然看见，在通道的尽头是一个平台，在平台上摆放着一个金色的物资箱，散发着夺目的光彩。金色的物资箱，我眼中亮起的兴奋的光芒，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看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回到车里再打开，不要在这里打开，你搬不动。好险，好险，差点就打开了。我带着金色的物资箱返回了自己的车里。此时001已经把几辆车拆解完毕，开出了不少图纸，我连看图纸的心思都没有，一路小跑回到了车里。过往神灵、幸运女神、锦鲤精灵，保佑我开出好东西。我双手握住撬棍，往缝隙中一插，用力往下一按，走你！一道金色的光芒从物资箱里冒了出来，差点闪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恭喜玩家获得了小型核动力反应堆、小型激光发射器、小型核动力反应堆、8级汽车配件，被祝福成为5级别装备，可以为汽车提供50年正常的能量供应，到期需要更换燃料棒。小型激光发射器8级汽车配件，被祝福成为5级别装备，可以发射激光用来攻击。射程受限当时天气状况。示意5级别装备，因为特殊原因成为不受限制的装备。任何等级的车辆都可安装，
请问玩家，我是否安装这2项配件？我被这一连串提示都震傻了。核动力反应堆、激光发射器，我居然获得这2样东西，不愧是被称为神器的东西。这东西放在现在这个水平真是神奇。别的不说，有了这个东西，我的车以后就不用烧油了，这能源对我来说就是近乎无限的。小型激光发射器就更牛逼了，这可是激光啊！一下子下去，什么装甲都挡不住，射程远，威力大。唯一的缺点就是受天气限制比较严重，不过这也足够自傲的了。8级的车载配件，我现在4级车就能装备，就问牛不牛？试问整个区域频道，还有谁能做到？装备。一道白光笼罩了我的步兵战车，过了一会，白光消散，在车子的操控台上多了动力源切换的按钮，屏幕上也多了小型核反应堆的各种参数，不过我一个都看不。哇，这就是核动力反应堆啊！原来是这样，这里居然还可以这样，参数是这样的啊！啧啧。小爱同学的像素人像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副黑框眼镜。小爱同学一边推着眼镜，一边绕着小型核动力反应堆的参数表乱转。以后反应堆就交给你看管了，千万别出问题。小型核反应堆虽然近乎能源无穷，但是也是一个炸弹，要是在车上爆炸了或者泄漏了，我们都得玩完。放心吧，指挥官。小爱同学对着我甩了一个飞吻。4级就装上了8级的配件，指挥官真棒。一边去。我爬去了车子，去看激光发射器。相较于小型核反应堆，激光发射器就简单多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摄像头，方头方脑的，看起来人畜无害。可是当它启动的时候，任何人都要为之站立。得试试效果，拿什么测试呢？我向着四周寻找着合适的测试对象。过了一会，我终于选定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就那你来试验吧。我对着巨石启动了激光发射器，一道刺眼的白光从激光发射器射出，一眨眼的功夫就消散了。而此时，那块巨石上已经多出了一个直径5厘米的圆洞，圆洞贯穿整个巨石，边缘光滑如镜，甚至还有一些融化的液体正在缓缓流淌。牛波一，有了这玩意，我以后再遇到什么钢铁傀儡、发条盔甲什么的，就不用再害怕了，直接一发激光下去都得跪。只要天气良好，我这武器就是无敌的存在。我将激发光发射器也用武器收纳仓收了起来。这东西我可没有图纸，得到的时候就是成品，要是坏了就真的坏了，连重新制造的机会都没有，可得保护好了。看来这个游戏的隐秘还有很多呀，我掌握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我转头将主炮对准了之前试验的那块大石头，按动了发射键，一发稳定翼脱壳穿甲弹击中了巨石，直接将巨石炸成了碎片。好了，我拍了拍手，将现场处理干净，将首尾收拾干净。我开车着离开了废墟。等到回到公路上之后，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我将车子的操控权交给了小爱同学，自己则打开了那一摞拆解汽车获得的图纸。第一张就是钢铁列车的改造图纸，这东西绝对能卖出大价钱。我真实的将其收了起来。第二张图纸是一张 RPG-7 火箭筒的制造图纸，再往下翻，下面的都是神秘雕像的制造图纸了，厚厚的一沓，足足有6张这些自然都被扔到了杂物堆里。除了这些之外，乔治和软弱无骨女人的尸体被我带回来了，2具尸体被扔到不稳定的药剂制作机里，还原成了2罐药剂，一罐是乔治演示的那种聚溶药剂，另一罐则是能让人的骨头变得异常柔软的药剂。这2罐药剂我没有动，准备暂时先留着，看看情况再说。处理完了这些事情，我打开了区域频道，准备寻找最后一个密修会的玩家。我当时可是偷听过乔治他们的谈话的，知道还有最后一个密修会的玩家没有到场，只不过当时风有点大，我没听清名字，似乎叫皮什么，具体没听清。然而等我打开区域频道后，却发现因为密修会只剩下1个玩家，自动解散了。我又尝试着寻找名字中带皮字的玩家，可是数量足有7、8个，皮耶罗、皮萨诺、皮皮鲁，我不由得挠了挠头。早知道把这些家伙的名字都记下来就好了。我翻看着区域频道内玩家的评论，准备看看现在玩家是个什么状态。卧槽，我刚凑齐心脏，怎么负责兑换的那家伙又死了？不是说好了兑换之后强无敌的吗？怎么自己先挂了？他死不死我不管，但是我手中心脏谁给我兑换了啊？兄弟，你手里有心脏吗？我们私聊。我心中一动，盯上了那名玩家。那名玩家说完之后，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飞快地选择了撤回。那名一直在抱怨的玩家也不说话了。不过那名玩家不知道，他撤回的速度虽然快，但是恰好被我抓了个正着。我清楚地记下了那个人的名字，卡萨诺。名字中不带皮，是我听错了，还是找出来的白手套？我敢肯定，这时候还出来商议心脏的事情，肯定是有回收的办法。我喝了一杯奶茶，平静了一下心情，随后给苍小空发了一封私信，用自然的方式联系上卡萨诺，弄清楚到底是谁在收集玩家的心脏，到底有什么目的。刺探情报。
这个我拿手，老板您看好吧。注意保护自身安全，给你几支 RPG 防身用。我送了4支 RPG7过去，有图纸了，就是这么豪横。看到 RPG7，苍小空眼中满是光芒。苍小空刚把车子改装成了蜘蛛车，主力武器就一挺蒸汽机枪，外加自带的迫击炮，重火力十分的缺乏。这4支 RPG7刚好解决了燃眉之急。放心吧，老板，哪怕它藏在耗子洞里，我也给您挖出来。注意保护自身安全。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来到了莉莉丝的实验室，看看罐头的修复工作做得如何了。我刚一走进屋子，就看到一台巨大的蒸汽机械正在房间里忙碌。这台蒸汽机械有些庞大和特别，它的下面有2条履带和蒸汽巨足进行移动。巨大的身体上加装了一个金属加工台和一台差分机，旁边安装着20多条机械臂和机械触手，在最上面还有5、6个监控器在进行着不同的工作。看到我进来后，一个老旧的显示器亮了起来，上面显示出了莉莉丝的面貌。那好久不见，我装作惊愕地问道：“你复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这么说，但又不全是。具体是怎么回事？我的时间不太多了，我会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那就是千万不要用原石当作生命载体，千万不要用它治疗你的伤势，千万不要。为什么？我之前的研究太片面了，也把原石的性状考虑得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曾经把灵魂附着在一块小巧的原石上，试图用来存放灵魂，这也让我获得了更深入了解原石的机会。结果我发现，如果长期用原石来滋养生命的话，会对灵魂产生不可逆的辐射，这种辐射会让人的灵魂逐渐变得机械化，最终会变成一种数字生命。在这种数字生命的眼中，一切感情都不复存在，只有0和1。这样吗？如果真的失去了情感的话，那自己还能是自己吗？至少我不想变成那个样子。我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再拖延下去，就会变成真正的数字生命。我不想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想最后搏一次。你打算怎么做？我准备进行转生。一个恒温箱从下面弹了出来，我探头向里面望着，愕然发现里面放着一只蛋。这是一个培养卵，感谢你提供的那些资料和各种试验材料，我几乎耗费掉了所有，才终于制作出来了一个合格品。我会把我和我妹妹的灵魂都移植进去，进行转生。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将会重新获得身体，人类的身体。莉莉娜也要转生？没错，她在宾馆里躺了10年，灵魂早就被原石辐射了。如果不进行转生的话，或许在某一天就会不知不觉变成了真正的机械生命。那要是失败了呢？那就会多了一个坏掉的蛋，你可以选择做个炒蛋吃。莉莉丝难得的说了一个冷笑话，虽然这并不好笑。好吧，需要我做什么？确实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你帮忙，因为你送来的那些实验材料都是女性，我也只能根据她们的细胞仿制了卵细胞。但是根据生物学常识，只有卵细胞的话是无法孵化的。等等，你的意思是？我感觉脊背一凉，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没错，我们需要借用一些生命精华。谢谢。莉莉丝将装着培养卵的恒温箱伸到了我面前。需要节目助兴吗？屏幕上出现了一些可选教育片的列表，又或者道具。莉莉丝弹出了一个盒子，里面都是我以前收集到的各种道具。我明明记得自己都将这些东西扔到仓库吃灰了，怎么又被莉莉丝收集起来了？这很羞耻啊！果然还是需要原始手段。莉莉娜，给我上。布莲被拉上了。1个小时之后，我扶着自己的腰一瘸一拐的。纳米金属机械果然是不知疲倦的存在。为了保证试验能成功，足足收集了3份实验材料。多谢您的慷慨，作为回报，也是为了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留，我特意给您留了一些礼物。莉莉丝说着拉过了一台崭新的自走机械，这台自走机械的腿变成了8条尖锐的巨足，圆形电锯变成了4把，长电锯变成了2把，背后还额外多了4条机械臂。新的自走机械工作效率提高了1倍左右，身体强度提升了3.5倍，用的都是仿照罐头身体外壳制造的材料，可以当一个完美的肉盾。最重要的是，加在了罐头的逻辑程序之后，运算效率提升了很多，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工作，比如排雷，比如辅助作战。莉莉丝让一台自走机械表演了一下，一手扛 RPG， 一手举着蒸汽机枪，另外2只手举着反坦克手雷的彪悍场景。所以你把罐头拆掉了？但是新的001可以完美代替罐头的工作，而且完成得更好。你也拥有了无数个罐头。莉莉丝招了招手，剩下的自走机械全都同样的装备站了出来。行吧。看着那些整齐划一的自走机械，我认命的点了点头。虽然少了一个保镖，但是同时多了更多水平更高、能力更好的保镖，而且平时不打仗的时候还能帮忙回收资源，
还是蛮不错。生产工厂我帮忙调整了，可以批量生产和修理新型的自走机械。你的那个钛合金的装甲图纸我看过了，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效能比原本效果提升了30%。你的那套外骨骼我重新制造了一遍，外壳更加结实，可以挡住88毫米火炮的直射，微型飞弹的效能提升了，可以媲美原本的蜂巢式火箭弹，掌心机枪也可以当做普通的反坦克枪使用。这是我能根据现有技术做出的最大的提升，再想要提升的话，除非获得新的技术。感激不尽。听到莉莉丝这么一说，我的心里放松了很多，马上就要对付那个密修会的残党了。个人实力再一次提升，让我心里有了更多的底气。这是培养卵的看护手册，你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命就交给你了。莉莉丝将一本手册交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本，能打死人的那种。看到这么厚一叠资料，我的头都大了。这么多？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置方法，照着上面去做就可以了，没什么难的。还有什么要嘱托的吗？当然，这个世界出产的药剂，尤其是基因改变药剂，不要随便使用。我研究了莉莉娜的身体，发现了一些问题，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能转生成功的话，我会继续研究；如果失败了，就当我没说过这话，你自己变异行事。还有这种事情，我记住了。最后一点，根据我附身原石的研究发现，引爆原石不光会带来毁灭，如果按照特定方式引爆的话，可能会打开另一扇门，名为真实的大门。真实什么意思啊？我也不太清楚，只是隐隐约约摸到了一道门槛，可惜时间不多，等我转生回来之后再研究吧。对了，我转生之后，遗留下的身体会自行改装成一个起爆机，你可以把原石放在里面，想要起爆的时候，输入一遍密码就可以了。这个起爆机比我之前教给你的起爆方法要稳定快捷多了。那说了这么多了，也到了该分别的时候。莉莉娜，我们上路了，有缘再见。屏幕熄灭了，巨大的身体开始向内坍塌浓缩。拜拜。莉莉娜跑了过来，捧着我的脸亲了一口，随后飞身跳入了坍塌的机械之中，消失不见。几秒钟之后，原本巨大的机械坍缩成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金属匣子。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摆弄了一会金属匣子，我将自己的那2颗原石都放了进去。随后，我将目光停留在了那个黑色的恒温箱上，恒温箱的里面放着一颗白色的蛋，这里面就是莉莉丝和莉莉娜。我用手指戳了一下蛋，外壳有一点软，滑溜溜的，有点像是剥了壳的熟鸡蛋。也不知道多久可以孵化出来，希望可以快一点。我将恒温箱交给小爱同学来看管，自己则去盯着区域频道，看看进度如何了。刚刚打开区域频道，苍小空就发来了一条私信：老板，我查清楚了，确实有人在幕后贩卖基因改造药剂，这个人叫皮耶罗，是密修会的成员。至于那个卡萨诺，则是他发展的一个下线，一个传声筒，专门负责拉人的。他们开出的价格是30颗心脏一份改造药剂，但是不保证效果。苍小空还发来了皮耶罗的照片，不愧是专业的，这速度就是不一样。我拿着照片端详了片刻，我又对着区域频道找了一圈，确认只有一个叫做皮耶罗的家伙，那就是你了。我拿出了雕像，生死决斗场，这东西每个世界可以发起一场强制决斗，是我从樱花车队手里弄来的。发起决斗，请选择决斗者。皮耶罗，请选择决斗方式。1v1单挑，请选择决斗场地或者先行进入决斗场。先进入决斗场。决斗要求发送中，正在等待回应。此时，皮耶罗正哼着歌，查点着物资，刚刚完成了几单生意，让他赚了一大笔。嘿嘿嘿，终于轮到我发财了！加里森、乔治，你们这些白痴，非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卖药剂，被杀了吧！这年头，想要安稳做生意，还是需要一个白手套，把自己摆放在明面上，这不是找死吗？有了这些财富，我就可以在网上上一个台阶了。你遭受了玩家13的决斗挑战，如果拒绝的话，需要交出自己的全部物资，请问是否接受？什么？交出全部的物资？这怎么可以？皮耶罗像是火烧了屁股一样，嗖了一下跳了起来。这些东西都是他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交给别人？13是吧？居然敢挑战我，你死定了！我一定要亲手拧断你的脖子，把你的尸体挂在树上，任由乌鸦啃食。玩家皮耶罗接受挑战，请选择场地。游戏系统弹出了一系列可选择的场，居然有这么多场地，该选择哪一个好呢？皮耶罗翻动着列表，对比着不同的决斗场地，忽然他眼光一亮，居然还有这种场地，这正好适合我的车子发挥，就这个了。皮耶罗点选了确定，白光笼罩，2个人消失在原本的位置上。当白光消失之后，我感觉眼前豁然开朗，周围鸟语花香，椰树成林，一副南国风情。再往旁边一看，
海浪涌动，沙滩上满是各种小螃蟹，正是南国岛屿地图。还真是有缘。上一次决斗，我就选择的是这个地图，没想到皮耶罗和我心有灵犀，居然也选择了这张地图。上一次我可是在这个地图上逛了好几圈，把整个岛屿的情况都摸透了。嘿嘿，这一次我就省点事，等着你自己上门，来个瓮中捉鳖。我想着把车开入了椰林之中，用巨大的叶子将步兵战车遮挡了起来，将炮口对准了公路。我准备打皮耶罗一个伏击。很抱歉，你的计划破产了。皮耶罗跟你想的一样，正在原地设伏，并且加装了伪装网，准备长期坚守。干！我没想到自己想出来的完美计划，居然和皮耶罗撞车了。要不是有提示系统提醒，两个人恐怕都要在原地傻等了。很好，你窝在原地是吧？我去找你总行了吧？我调转车头，偷偷地穿过岛屿，向着岛屿的对面开了过去。因为上次横穿过岛屿，我对于岛屿中的道路还是很熟悉的。在路过岛屿中的祭坛的时候，我还想着看看能不能卡个 bug 再刷一个雕像出来，可惜祭坛还在原本的位置，雕像却没有了。还真不给钻空子的机会。我开着车继续向前走去，前方2公里发现皮耶罗车辆，如果继续靠近会被对方发现。在前方2公里，在哪里呢？我看看。我将远方的景物拉近了，经过一番仔细的寻找，我终于在椰林之中发现了一辆覆盖着伪装网的车子。这辆车子有点特殊，从外形上来看有点像是游乐园里小孩子玩的那种电动车，外形是一个可爱的大青蛙，但是在大青蛙的背上居然背着一门口径达到了400毫米的旧炮。这是什么车？我看到那辆车就是一愣，400毫米啊，这么大的炮弹要是砸到自己的车上，哪怕复合装甲也扛不住吧。用主炮直瞄，先把对方的炮打掉了再说。明白。小爱同学悄咪咪地转动炮口，瞄准了皮耶罗车上的那门主炮，自动上弹机将炮弹推进了炮膛，一声炮，稳定一脱壳穿甲弹直接命中了旧炮。旧炮的炮身不是装甲，只是膛压比较高的钢材，被穿甲弹击中之后直接被炸上了天，剧烈的爆炸甚至直接将车子的顶部外壳给掀飞了出去。伴随着爆炸，一个身影从车子里跳了出去，没入了椰林之中。这家伙身体这么强，这都没炸死。我没想到这一炮居然没解决皮耶罗，反而让他跑掉了。我开着步兵战车缓缓地开了过去，故意只露出了120毫米主炮，没有显露任何其他武器，就是为了引诱皮耶罗自投罗网。可惜皮耶罗居然没上钩，居然没有从隐藏的地方现身。这家伙还真能够，看来我还得再加上一把火才成。我从车里跳了出来，顺着破洞钻进了青蛙车，开始翻找里面的物品。不得不说，青蛙车虽然从外面看起来不大，但是里面的空间却是不小，里面足足扩展了2个普通仓库，2个高级仓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材料零件，各种食物，各种规格的武器弹药，各种衣服。我没有呼叫001帮忙，而是自己一趟一趟的往车里搬东西，目的就是给皮耶罗创造机会，让他跳出来袭击自己。可是皮耶罗就是不出声，我都快把东西搬完了，也没个动静。这家伙还真是个伏地魔，这样都能忍住，给你点厉害的看看。我将001叫了出来，开始拆解青蛙车。搬你东西你不出来，现在拆车总应该出来了吧？皮耶罗心里也很着急，从他看到我在搬运他的物资开始，他的心就如同刀割一样。可是身上的被他带在身上的神秘阴影雕像却告诉他要在岛上隐蔽起来，绝对不能暴露。他是咬着牙看着我把东西搬空的，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我已经开始拆他的车了。要是他的车真的被拆掉了，那他岂不是死定了？笨蛋，他拆了你的车，你不会去抢他的车，到时候你的那些物资还不都是你的，而且他的物资也都落入了你的手里，并且只要你把他的车抢到手，那个家伙不就成了没牙的老虎，还不是任由你收拾？我怎么没想到？皮耶罗打定了主意，悄悄地向着步兵战车爬了过去。皮耶罗吞噬的药剂是变色龙，能够让身体随着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他自信，只要自己动作小点，哪怕从我身边经过，都不可能被发现。